也出事了。一个每年靠广告、物业、商铺、通勤吸金超100亿的超级地铁公司，亏了335个亿。最扎心的是，它被称为中国最赚钱地铁，亏得比谁都狠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失败，这是一场贯穿了房地产暴雷、财政紧张、债务黑洞的连环崩塌。它就像一个中国城市化神话崩溃的缩影。来看看这组惊人的数字：2019年，深圳地铁净利润116.67亿元；2020年，111.02亿元；2021年，28.90亿元；2022年，8.66亿元；2023年，7.89亿元，5年合计利润273.14亿元。但2024年一年亏损334.6亿元，直接把5年的盈利全吞了，还倒贴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平均每天亏9167万元，每小时烧掉381万，连1分钟都能烧掉6万。曾经最挣钱的地铁，现在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黑洞。而这一切，仅仅是因为他把钱砸给了一个在 ICU 抢救的房地产巨兽万科。从财报来看，深圳地铁的这场巨亏，90%来自对万科的投资损失。是的，这个曾经的地产一哥，2024年净亏损高达497.78亿元，上市34年来首次巨亏，连年年分红、现金流稳健的神话也被一锤子砸得稀烂。我们再来看深圳地铁的出血史。2025年2月10日，向万科借款28亿元；2025年2月21日，再借42亿元；2025年4月29日，继续借33亿元。仅这3次，累计103亿元。更早之前，深圳地铁为了入股万科，曾耗资664亿元买下华润与恒大的股份，成为万科第1大股东。谁能想到，房子越盖越多，房企却越亏越惨。深圳地铁的钱就像泼进了一个没有底的黑洞。要说深圳地铁和万科的孽缘，还得追溯到2015年轰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。当年姚振华的宝能系携险资入场，强势举牌万科，王石坐不住了，拼命寻找国资靠山对抗野蛮人。华润出局，深铁入局，几百亿换来了控股权，也换来了未来无休止的书写。曾经有人说，押宝万科是深圳地铁最聪明的投资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可能是国资系统这些年最沉重的一场豪赌。当年拼命抢来的大股东，如今成了拖着你一起沉沦的定时炸弹。深圳不是特例，它只是中国轨道交通亏损的缩影。根据财政部、交通部等6部委联合发布的《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》明确指出，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。原因很简单，所有地铁都在亏损。地铁从来就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，而是个需要靠财政硬撑的面子工程。有研究显示，地铁每公里的建设成本高达5亿至10亿元人民币，回本周期常常超过30年，部分城市更是永远回不了本。深圳虽然曾靠站成一体、卖地、盖楼、搞商业综合体来反哺地铁，但在房地产熄火的今天，这条路也走到了尽头。看看深圳地铁2024年的财务构成：轨道业务收入130亿元，成本159亿元，毛利率为负 22.3%， 运营本身严重亏损。唯一赚钱的是站成一体化开发项目，也就是盖楼卖房、商场招商、地铁上盖物业。2024年毛利率还能达到 35%。但万科的深度亏损，导致这一块的资产减值严重，开发受限，地价贬值，项目延期，一环扣一环。靠卖票活不下去，靠万科死得更快。这
就是深铁的现实。而现在，万科内部大换血，核心高层基本由深圳地铁系统的人接替，辛杰出任董事会主席，意味着万科几乎彻底被收编。更有传闻称，深圳市政府准备统筹资产划拨和直接注资500亿，继续给万科输血。房子越卖越少，借的钱却越投越多。如果这不是制度性风险的前兆，那什么才是？深圳地铁和万科的共亏体，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缩影。想一想，这些年中国造了多少地铁，多少高架，多少高铁，多少新区，多少超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项目。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配套的资金和产业支撑，不是单靠卖地收入和房价上涨就能涌动的机器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6%，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8.5%， 销售额下降 6.5%。 重点房企负债规模普遍超过万亿，其中超 60% 的负债集中在高杠杆加高周转的模式下。曾经中国靠房地产撑起了地方财政、城市扩张、就业稳定、GDP 增长。现在一根多米诺骨牌倒下了，万科作为标志性企业，它的失血是整个行业塌方的开端。这不是深圳一个城市的孤独悲歌，曾经代表城市繁荣、人口增长、公共基础设施升级的地铁，现在变成了地方财政和国企债务的一座大山。站在地铁站口，我们看到的是人流如织，是城市的动脉，但藏在地铁下方的是越来越沉重的债务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已有54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，总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，客运总量达到了 322.4 亿人次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等于全国人均坐了将近24次地铁。但这样庞大的流量并没有带来等比例的利润。事实上，运营收入连成本都覆盖不了。全国地铁公司最赚钱的业务不是地铁本身，而是房地产。翻阅深圳地铁财报可以发现，在地铁加物业模式中，真正赚钱的是占成一体化开发项目。也就是说，地铁盖房子、卖楼盘、搞写字楼、搞商业综合体，这些才是赚钱的正经业务。而地铁运营，那纯粹是做公益。数据显示，深圳地铁2023年轨道交通业务收入为 129.75 亿元，成本却高达159亿元，亏损接近30亿元。而占成一体化开发项目，虽然收入下降了 46%， 依然贡献了 35% 以上的毛利率。地铁公司不再是交通工具，而是地产公司。但问题是，连地产都开始不赚钱了。过去，中国地铁公司靠房价的持续上涨获得资本回报，但如今房地产走入黑铁时代，占成一体开发项目销售放缓，租金下滑，未来还能否依靠这条腿回血，已成问号。更何况，有多少城市有深圳的资源禀赋和资本实力？深圳可以靠卖地，靠千亿国企注资，靠金融系统输血。但3、4线城市呢？靠什么？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总投资达到了超过8000亿元，其中很多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、城投公司借贷而来。而中国财政发展报告2024指出，2023年末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 40.7 万亿元，其中隐性债务估计超过15万亿。这些债务很多就是地铁加高铁加城投3件套堆出来的。财政部早在2023年就警告，部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盲目上马，财政收入与投资回报严重不匹配，导致债务持续滚动，资金链岌岌可危。一句话，地铁太烧钱了，
城市负担不起了。问题不仅在钱，也在人，人才是支撑地铁生意的根本。过去地铁是跟着人口走的，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人流，地铁就能靠票价、占成商业、广告、租金等各种方式把钱赚回来。但现在人口在流失。2023年，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，死亡人口为1110万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，达2.48千分号，这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。其中，一线城市都在下滑，北京常住人口减少4万人，上海减少13万人，广州减少7万人。就连人口净流入的深圳也增长乏力，仅增1.9万人，是10年来最低。更不用说哈尔滨、沈阳、青岛、石家庄等老牌省会城市，几乎全部进入负增长区间。地铁修的是未来，但未来已经不来。2012年到2021年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疯狂扩张的10年。每年都有新城市加入地铁大军，从最初的10几个扩展到如今的50多个。但到了2023年，建设审批开始大幅收紧，国家发改委直接喊停多个3、4线城市新建地铁项目，并严控一批项目的开工进度。财政部也发布《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要求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项目举债融资。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地铁修了没人坐，不赚钱，还要年年亏损，最后只能地方政府兜底。可现在连政府都快兜不住了。曾经的万科是房地产行业的白月光，曾经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希望之城。现在万科亏了，深圳地铁也亏了。一个原本代表城市效率和活力的企业，一个原本代表公共服务与资本融合的典范，都在这场经济寒潮中成为了牺牲品。而他们背后的是整个中国城市模型正在失效。以前是卖地修地铁，涨地价，地铁公司开发楼盘再卖地，一个地铁项目能带动周边土地价格上涨3成。很多城市的地铁线路设计其实就是围绕哪块地还没卖。但现在房子卖不动了，地卖不出去了，地铁还在运行，负债还在增长，地铁成了一个吞金兽，不修亏，不救更亏。深圳救万科是在救自己，其他城市谁来救他们？当人口红利消失，城镇化见顶，房地产不再是提款机，地铁公司就成了一个背负巨大债务的超级国企。他们一边要承担城市运行命脉的责任，一边要靠炒地养命，还得背负几十年无法填平的财政黑洞。你以为地铁在的是人，其实在的是债。深圳地铁的334.6亿亏损只是开始，更多看不见的地铁债务、房企连带风险、地方财政缺口正在悄悄地蔓延、渗透、撕开这个时代最不愿面对的真相。连最赚钱的地铁都已经亏妈了，那么还有谁能笑着走下去？